新婚之夜，羽人竟主动向杀害自己全家的仇人献身，而他唯一的目的就是让仇人爱上自己，再让他家破人亡。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这个女人正在下一盘惊天动地的复仇大棋。此刻，她正以已故太傅孙女程采薇的身份，嫁给了当年构陷祖父的元凶之一平西侯顾廷烨。让我们把时间倒回多年前，采薇的祖父本是忠心耿耿的护国大将军，却被昏君、奸后以及顾家联手诬陷，以叛国通敌的莫须有罪名逼入绝境。年幼的采薇躲在冰冷的柱子后面，亲眼目睹了祖父为了保全家人，含冤自尽的惨烈一幕。这血海深仇，他一刻也不敢忘。如今，一道荒唐的赐婚圣旨，竟将她送入虎口，嫁给仇人之子。采薇将计就计，戴上温顺贤良的面具，是要让所有仇人血债血偿。然而，洞房花烛夜，他的复仇大计还没正式开启，一个巨大的麻烦就自己送上门来。顾廷烨养在府外的外室陆芊芊，一个嚣张跋扈的罪臣之女，竟带着他们的庶长子玉儿，气势汹汹地大闹婚房。面对小三的当面挑衅和熊孩子的恶语相向，采薇非但没有动怒，反而展现出了堪称教科书级别的高段位绿茶操作。他楚楚可怜，主动劝说顾廷烨去安抚那对母子，将一个委曲求全、顾全大局的正妻形象演绎得淋漓尽致。这一招以退为进，瞬间就在顾廷烨心中种下了一颗名为愧疚的种子。第二天，在给公婆的敬茶仪式上，好戏继续上演。那个被宠坏的熊孩子玉儿，竟当着所有人的面，将一整杯滚烫的茶水泼向采薇。剧痛钻心，但采薇脸上依旧挂着温婉的笑容，强忍疼痛为孩子开脱，还主动提出要为他请个好先生。这番惊人的大度和陆芊芊的蛮横形成了鲜明对比，彻底征服了老侯爷和侯夫人。他们当即勃然大怒，怒斥陆芊芊教子无方，不仅将她扫地出门，更是直接将象征着侯府女主人地位的掌家大权交到了刚过门一天的采薇手上。采薇乘胜追击，又假意心善，请求公婆将无家可归的陆芊芊接入府中。老夫人本就厌恶陆芊芊，听闻此言更是鄙夷，只准她以最低贱的通房丫头身份入府。这无疑是对陆芊芊的奇耻大辱。被极度冲昏头脑的陆芊芊，竟指使儿子玉儿用发簪划破采薇的脸。这一恶毒行径彻底触碰了侯府的底线。最终，陆芊芊被永久逐出府邸，熊孩子也被关了禁闭。采薇兵不血刃，就轻松拔掉了复仇路上的第一颗钉子。更大的挑战还在后面。老夫人对采薇赞赏有加，决定让她代表侯府出席由皇后举办的宫宴。而这个皇后正是顾廷烨的亲姐姐，也是当年害死他祖父的主谋之一。这简直是天赐良机。然而就在此时，顾廷烨竟动用关系为陆芊芊的父亲平反，使他摇身一变成了皇上亲封的县主，同样获得了参加宫宴的资格。宫宴之上，小人得志的陆芊芊愚蠢至极，她不仅当众对采薇颐指气使，更是在皇后和众贵妇面前大放厥词，炫耀皇恩浩荡，言语间仿佛在指责皇上当年错判冤案。这番操作无异于当众抽打皇室的脸面，让皇后气得脸色铁青。采薇则抓住机会，几句明褒暗贬的吹捧，就将这个蠢货捧杀到了极点，让他彻底沦为全场笑柄，也断送了他和皇后之间最后的姐妹情分。眼看时机成熟，采薇的终极杀招终于出手。她故意弄湿衣衫，借口更衣，悄然离席。而在她精心的布置下，皇后宫中的熏香早已被换成了能催发情欲的秘药。此刻，宴席上的皇后只觉浑身燥热难耐，一个陌生的男人正带着不怀好意的笑容，悄悄向她的寝宫逼近。两条大鱼都已上钩，一场足以颠覆后宫、动摇国本的阴谋风暴即将来临。皇后即将身败名裂，采薇的复仇大计能否得逞？而当顾廷烨发现自己的妻子竟是陷害亲姐姐的幕后黑手时，他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